腾讯视频入戏小伙伴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演员徐凯，从小的仙剑粉，4个字，童年无憾。今朝跟扁落环就哇，演起来其实很崩溃，我一会儿开心，一会儿流泪，再开心，再流泪，很难的在一部剧中能够一人分饰两角，情感表达反差比较大，我觉得是一种享受。明星香与艾草相融合，一旦发功就会暂时的失去力气。看来还是小瞧你们了。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剧中饰演的岳今朝和扁落环这两个角色吧。先讲岳今朝吧，因为岳今朝他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，他对于他的人生未来一片迷茫，大家看到的比较古灵精怪啊、痞痞的啊，都是他的一个保护色。他跟扁落环相反，这其实是两个我认为比较极端的人，一头一尾。扁落环他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，其实挺悲惨的，就他已经知道他的生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，所以他才会越来越不舍。每一次见到齐都是一种重逢，就见一面少一面。这次好像对这两个角色的感受很不一样，是因为一开始觉得会比较新鲜、好玩、有趣，真正接触到这个剧本拍的时候，其实是很头疼的，可能不尽完善嘛，还是下了挺多功夫的，大家。扁落环这个角色也得到仙剑之父的点赞了，就还是被大家认可了。现在我跟我哥是从小的仙剑粉，我把那个截图当时我就直接发给我哥了，4个字，就是童年无憾。我哥说666。小时候就是他还没有拨号上网的时代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买碟玩，然后玩那个仙剑98柔情版啊，然后仙2、仙3、仙4、仙5啊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如果跟我一起有这种经历，我们随时可以探讨。我现在好多剧情都记得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珍贵的一个记忆。自己作为一个资深的这种仙剑粉，去演了一个这样的角色，当时的一个心情是怎样的呢？首先压力是特别大，这个是肯定是实话。然后我也觉得这是我童年的一个梦想，童年的一个情怀。无论再难再有挑战性，我都会全力以赴，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答案。你就是白绝，对吗？你确定？一定要对后者好。什么叫暂时？如果他有什么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。之前其实千古里面也有过3世的这种演绎嘛，这两个角色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？其实千古他们是不同世的嘛，那演起来也就等于是不同的一个角色。但是今朝跟扁落环就哇，很痛苦，演起来其实很崩溃。比如说一天的通告，前3场，然后岳今朝跟齐打闹，岳今朝跟齐抢鸡蛋，岳今朝吃醋，然后改头，戴面具，扁落环，扁落环受伤，扁落环心疼，扁落环怎么不开心 emo， 就很痛苦。一天的情绪高低高低，就等于我一会儿开心，一会儿流泪，再开心，再流泪，大部分有一段时间都这么过的。然后我要对空气演戏，我要怎么样啊？演完戏我再改头换回扁落环，然后再对着岳今朝这个空气的方向再演戏。那哪一场戏当时演的比较过瘾呢？今朝其实很轻松啊，前期都很轻松，打打闹闹啊，玩一玩啊，抢抢鸡蛋啊。我觉得扁落环过瘾一点，我喜欢内一点的感觉，更真实一点。作为演员表演的角度会更挑战一些呀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内核是比较偏扁落环那种情绪的，就是你平常给大家印象会是稍微偏岳今朝一点，但是实际你觉得自己的内核是更扁落环。对，会更扁落环一些，更内一点。就剧中很多今朝捏个乐器脸的画面嘛，哪一场最深刻的印象？捏太多次了，我不记得了，每次捏得很大力，因为玩嘛，因为他也捏我说好，你这么用力是吧？行，别等我下一次捏你的戏啊。就是玩，我自己看的时候是真的，哇，就感觉真的是很相依为命的兄妹啊，两个人打闹啊，就两个人从醒来没有记忆，很真实，我觉得。那你自己的话会最喜欢乐器身上什么特点呢？
我喜欢他的善良和单纯，因为岳琪他就是没有记忆啊，他心智比较小孩啊，就童言无忌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很可爱。那你们平常都怎么调侃的？他会说哇，你那个镜头很胖，两个人都爱吃，两个人也爱天天在剧组吃东西。谢谢扁大夫救我们家齐啊，还挺爱吃醋的。自己演自己的情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？其实我们在拍的时候，我感觉没那么深，就是可能真的是因为自己的心思都放在，比如说我刚演完今朝，我要想扁落环的情绪，哎呀，我应该如果再给我自己以后，我就把这个吃醋啊，两个人的情敌感更加深一点。发现放出来之后，是真的会自己跟自己是情敌，然后我就觉得挺逗的。还有观众说的徐凯很生气的瞪着徐凯，对，这个也很好笑。但我们在拍的时候真的没想过。粉丝也在说徐凯专门在挑这种很分裂的角色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比较想就是尝试各式各样的，很难的在一部剧中有幸能够尝试一人分饰两角。那么刚好这两个角色的情感表达反差比较大的，那么我觉得是一种享受。其实这部剧感觉是演得很过瘾的一次。既痛苦又过瘾。我感觉你现在应该也开始追剧了嘛，然后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好玩的评论或者弹幕？有啊，说那个三哥是emo哥嘛，扁落环出场的时候啊，弹幕说扁大夫，然后他们说不，徐凯脸圆叫袁大夫，这个笑死了，真的。那最后再用岳今朝和扁落环的语气给大家安利一下齐今朝吧。好，岳今朝，哎，这两个人怎么跟我很像？好像就是我，大家快来看一看我在说什么。我就直接说安利吧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齐今朝，然后多多支持岳今朝跟扁落环跟齐，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，看得满意，然后新年快乐。上次直播里面还提到那个吸肥肉大法，大家现在疯狂在 Q 那个到底是什么？当时就是说过，就是2万6的时候在那个表演嘛。其实我说过太多这种很傻的那种很傻那种话，我真记不清我说了多少。就好多时候我就在那在现场。他们说你在干嘛？我说没事，因为我当时刚好听了一个叫什么来着，那个吸引力法则，对，所以那个吸肥肉大法觉得说那样可以减肥，那不很明显到现在失败了吗？前几天不是发了一个那个肌肉照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。就最近练的比较少，可能就会又掉了一些肌肉。我还记得上次我们那个雪姨领主的采访前，然后当时你在那个秀肌肉，我们全都给你拍下来了。是。